知不知道本宫为什么要把你留下？玉莹愚钝，请娘娘明示。在艳阳日光之下，不论打扮得多美的女子，也会缺点见现。你依然这么明艳照人，果然是天生的美人胚子。娘娘，你过奖了。但是一个人样貌标致出众过人，往往会招人嫉妒。归根究底，不一定是一种福气。谢谢娘娘提点，有皇上和娘娘眷顾庇佑，加上宫里各位姐姐妹妹都善待玉莹，玉莹真是无以为报。他们一个个真对你这么好吗？你看看你扇子上面写的什么？日中而移，月盈而归。这么奇怪，我的扇子本来不是写这几个字的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本宫的闺名叫如月，月与月同音。你叫玉莹，莹与莹也属同声，月盈而亏。意思就是说，本宫的锋芒已尽，而你玉莹的出现，也就是本宫亏缺隐退之时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两句话是对本宫的大大不敬？你还写在扇子上招摇过市，简直就是以下犯上。不是啊，娘娘，我没以下犯上啊，我真的没有以下犯上，娘娘，我没有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扇子上不是这么写的，我扇子上本来不是这么写的，我是无辜的，娘娘，你信我，我扇子上真的不是这么写的。树大自然就招风，你样貌这么出众，当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了。这次这件事，我看是有人想有所图谋。既然与你无干，我也不会再追究了。不过以后你要小心一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如妃娘娘，如妃娘娘明察，如妃娘娘明察。那以后就用这把扇子吧。娘娘，这扇子很贵重，玉莹收不起啊。我让你收下，你就收下吧。在六宫之中，胸无城府的人，无疑是会吃点亏。不过本宫却正是喜欢你这种人。既然大家都有幸侍奉皇上，就应该不分你我。区区一把扇子，又何必跟我计较？谢谢娘娘，谢谢娘娘。娘娘，小玲子有件事怎么想也想不明白。恕奴才多嘴说一句，玉莹小主样貌出众，皇上要对她特别留神，可见这个人长留宫里，只怕会是娘娘的心腹大患。这次有人告密，有赃有证，娘娘为什么不借着册封当天把他铲除呢？是啊，娘娘，你连那么珍贵的扇子也送给他，宝钗真的有点不明白。皇上选秀3年一次，就算今年可以铲除这个侯家玉莹，也难保下次不会再有玉莹出现。本宫可以防得了多少？不如据为己用，那不是？
阿娘，阿娘啊！玉英，我很想念你啊！额娘也想念你啊。额娘啊，你先尝尝贡茶吧，是从云南运来的。还有这些糕点呢，可好吃了，外面吃不着的。为娘知道宫里什么都很珍贵，但是怎么也不如看见你，让我看看你的样子更好。额娘，你别这样了，只是短短几个月光景嘛，女儿根本就没有变。那你不信看看，是不是啊？你的扇子，这扇子啊是如妃娘娘亲自送给我的。额娘啊，你别这样啊。女儿就算有变，也只是身份跟外表，人始终是以前的玉莹。娘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紫禁城并不是寻常的地方，而且天文宫里如妃娘娘专横霸道，我是担心你屈膝于他人很辛苦啊。俗话说言下低头，委曲求全，这种日子玉莹并不陌生，玉莹也不怕再受一样的苦。你能应付得了吗？阿玛娶了很多女人，玉莹从小就看着额娘受到其他妻妾欺负。你也曾经跟我说过，很后悔当初锋芒太露，好胜争强，不肯接受正室大娘的摆布，结果遭受他们连成一线来对付，使得我们在家里受到如此地位。现在如妃娘娘就像当年正室大娘一样想法，用尽所有的方法来试探我是不是真的那么蠢。玉莹怎会不懂得装傻充愣？有多蠢就装多蠢来迎合他，好让他放心把我收为己用啊！这条路，你走的真不容易，为娘真是难为你了。额娘啊，昔日的事悔恨难改，今天女儿一定可以为你讨回一个公道。更何况，如果不是额娘千叮万嘱叫女儿多带点银子进宫，女儿怎么会事事顺利呢？我就是怕他们只认钱不认人。玉莹啊，这些是最后一笔了。最后一笔。上次你带进宫的银子，我的私己和嫁妆你用的差不多了。这次倾尽所有，还向京中的娘家商借，才筹到这笔钱。你先收下吧，这笔钱放在你身边，比留在我身边更重要。女儿一定会好好利用这笔钱。玉莹小主吉祥。姨公公，什么事要劳烦你亲自来找我？当然是如妃娘娘有事吩咐奴才来做了。如妃娘娘啊，这位一定是你额娘侯夫人吧？是啊，公公。公公有礼，玉莹进宫以来，多得公公提点照顾，这里小小意思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夫人实在太客气了，其实这些全是奴才分内之事嘛。啊，对了，娘娘知道夫人你进宫呢，所以特地恩准你们两位去如意馆那里画一幅丹青，作为留念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额娘，我们走吧。有劳公公。放了答应呢，身价就是不一样。吉嫔、荣嫔他们赏赐下来的货色，要比如妃娘娘的呢，就差得远了。切，玉莹她就是靠走运嘛。尔淳呐，你可别怪我们口直心快啊！我知道你是很疼你那位姐姐，不过说句老实话，论才貌、论品德，别说她比不上你啊，就算淑宁跟元琪也比她好太多了。切，人都走了，还提她干什么？请义父惩罚尔淳。不管义父怎么惩治尔淳，也不会有半句怨言。我为什么要责罚你？舒姐姐是我用寒食散慢慢毒害，心智迷惑，才神智失常，所以她才让人赶出宫的。但是尔淳实在受不了，但求吞这一口气，但求为其妹妹讨一个公道，所以才会置义父的大业于不顾。请义父责罚尔淳。